战争代价过高，普京终于服软，战斗到底，不会给俄罗斯任何东西。朝鲜士兵越过地雷逃往韩国，刀锋下的守候，乌克兰英雄再现。红军村俄军平均存活时间不足96小时，前线枪声停止，乌俄建立停火区。兵败如山倒，9个月25000名俄军士兵逃亡。费奥多西亚石油码头已彻底被毁。精彩资讯马上开始。战争的巨大代价导致普京一再服软，相比较之前没有任何实质性东西的让步，这一次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不再强求乌东四地。华盛顿邮报报道，普京现在的和谈条件已经变成了放弃扎波罗热州和赫尔松州的部分地区，换取整个顿涅茨克。与之前的条件相比，的确有所让步。普京之前的想法是我全都要，任何结束乌俄战争的协议都必须包括俄罗斯对乌东四地的完全控制。当然，之前我们也聊了，基辅不会同意。从泽连斯基最新的表态来看，乌克兰不会给俄罗斯任何东西。就火力军来说，泽连斯基是对的，普京的让步没有任何意义。在当前的乌东四地，俄罗斯以返回当地居民为借口，推出了一项大规模移民计划。根据乌克兰国家抵抗中心的说法，克里姆林宫的目的就是通过替换人口结构转型，确保持久控制。比如从雅库特和布里亚特等遥远地区引进俄罗斯公民。按照俄罗斯的计划，入境定居者可以获得住房、经济激励，以及获得工作和行政职位的优先机会。普京的想法从来没有变过，这次让步也只是让特朗普觉得自己有诚意，从而让美国向乌克兰施压。遗憾的是，普京成功了。从最新消息来看，英国金融时报又报了一个劲爆消息，在本次特泽会上，特朗普与泽连斯基再次爆发争吵，并敦促泽连斯基接受普京提出的停火条件。特朗普还表示，普京告诉他，入侵乌克兰是一次特别行动，甚至不是战争。特朗普还表示，俄罗斯经济做得很好。怎么说呢？特朗普的态度转变，这也不是第一次了。火力军还是那句话，美欧无法决定乌克兰的未来。泽连斯基不会将整个顿涅茨克割给俄罗斯，欧洲也是这样的态度。波兰总理图斯克表示，在领土让步方面，我们都不应该向泽连斯基施加压力，而是应该向俄罗斯施加压力，要求其停止侵略。绥靖政策从来都不是通往和平和持久和平的道路。在不能保证俄罗斯不会恢复进攻的情况下，割让整个顿涅茨克就是自断后路。这不是什么无关紧要的郊区。从2014年开始，乌克兰就在该地区修造超级防线，将其打造成后勤和国防工业的大本营。就凭俄军当前的实力，想一口气吞下或者绕过这条堡垒带根本不可能。如果把顿涅茨克拱手相让，就等于让俄军直接跳过了最漫长、最血腥的新手村关卡，然后站在顿涅茨克州的新边境上，把炮口对准乌克兰的大后方。到那个时候，俄军就占尽了天时地利，可以随时从这块风水宝地出发，朝着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东部、扎波罗热州或者哈尔科夫州南部发起进攻。无论怎么说，乌克兰都不会同意。从另一个角度考虑，普京之所以让步，也是感受到了战争的代价。国内经济萎靡，大量人员失业。现在的俄罗斯还计划进行新一轮的动员，将预备役派上战场，影响将进一步扩大。前线士兵不足，进攻没有任何成效，只能选择让步。只要乌克兰坚持下去，俄罗斯的代价就会越来越高，让步也会越来越大。对于当前的乌克兰而言，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保护能源设施。眼下，乌克兰冬季即将来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能源和天然气设施展开猛烈攻击，乌克兰后方的安稳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俄罗斯想通过这种方式让乌克兰让步。不过基辅不会认输，泽连斯基在最新讲话中表示，乌克兰正在与欧洲盟友合作，扩大 POIL 计划，增加对美国武器的采购，重点就是防空系统。此外，乌克兰还计划召开一次议院联盟会议，将欧洲牢牢团结起来。从2022年至今，已经过了3年多的时间，乌克兰的态度只有一个，那就是战斗到底。普京的目的注定落空。战场之外，不知道是不是乌俄战争的问题，朝鲜这边爆出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士兵越过雷区逃往韩国，这是觉醒了吗？或许是因为太阳的光辉太过炙热，朝鲜士兵顶不住了，上了一波真人版胜利大逃亡，硬闯地雷区投奔韩国。韩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第一时间就放出了消息，表示我们在边境中部逮到了一个越界的朝鲜军人。这名士兵态度很明确，
当场就表示我要归顺韩国。根据《卫报》的报道，这个人是2024年8月以来第一个通过非军事区成功肉身翻墙到韩国的，只能说命是真的硬。从陆地边界跑路难度系数很高，南北之间那条4公里宽的非军事区，埋着数不清的地雷，拉着带刺的铁丝网，还有反坦克壕沟，武装巡逻队24小时不打烊，并且早在2024年10月就有消息说朝鲜打算把边境彻底焊死，修建新的防线。在这种情况下还能跑出来，这操作属实有点秀。从朝鲜战争结束到现在，大约有34000名朝鲜人跑到了韩国，但是绝大多数走的都是曲线救国路线，像这种直接硬闯非军事区的都是狠人中的狠人。当然，在本次事件中，韩国军方的反应也很快，发现目标，现场喊话确认是来投诚的，然后立马带走。整个过程没有枪声，没有追击，节奏干脆，程序神速。在韩国的宪法里，朝鲜居民被看作是本国国民，有一整套专门针对脱北者的法律，从审查到安置，直接就是一条龙服务。军方和警察先审，只要不是间谍或者罪犯，合格了就直接纳入安置体系。所以这名士兵接下来的流程就是先被送到甄别和反情报审查的流水线。不过因为是军人，问题会问得更细，周期也更长，祖上3代都得给你盘清楚，还得确认是不是被胁迫的，有没有带任务来。只要通过了这一关，后面就是教育、就业、医疗、住房等全套新手大礼包。至于逃离的原因，大概率是要被派往乌俄战场充当炮灰，士兵无法接受，于是选择了肉身翻墙跑到韩国。乌俄战场之上，双方已经建立停火区。多部罗皮利亚地区的硝烟中再现乌克兰英雄第一独立突击团的3名冲锋队成员乔基、特拉赫和希尔申击退俄军格鲁乌特种部队突袭。在本次作战中，俄军特战队从3个方向同时发起攻击，试图快速打乱乌克兰阵脚，战斗迅速演变为激烈的近战。关键时刻，乔基表现出色，与一名俄罗斯特种部队士兵展开肉搏。在激烈的缠斗中，乔基利用小刀果断而精准地击杀了入侵者，为团队争取了宝贵的喘息时间。战后，他被提名为乌克兰英雄，这是乌克兰最高军事荣誉之一。面对俄罗斯的入侵，乌军展示出了卓越的勇气和战术素养。随着战争的持续，在保卫国家主权的道路上，乌克兰军人将书写新的篇章。前线方向，俄军上演了一出好戏。一位隶属于俄军北方部队集团的军事博主忍不住在社交媒体上吐槽，表示在库尔斯克州那边，俄军第1摩托化步枪团的医务人员组织混乱，救护水平差劲，战斗力也堪忧。这位博主还暗示，这帮原本属于空天军的单位被拉去打地面冲锋，伤亡大到随军医生都傻眼了，压根儿没见过这种仗。部署在库尔斯克州的朝鲜军队正把战场当成自家武器的实弹测试场，特别是多管火箭炮，为现代战争积累宝贵经验。更搞笑的还在后头，北方集团军司令尼基弗罗夫上将发现手下一个侦察营的军官天天写玄幻小说，交上来的前线报告各种夸大，各种虚报战功。于是俄军直接调了第83独立空降旅的部队过去，名为增援，实则建军。布良斯克地区，阿泰什游击队打击了俄罗斯关键的通信节点，瘫痪了塔台等设施。此举导致俄军和边防部队之间的联系一度中断，甚至影响了周围的机场和指挥系统，包括边防局、第84工程和机场营，以及国民警卫队的一个团。这些编队负责后勤、边境保护和工程支持。红军村方向，乌克兰空中突击部队第7快速反应军通报称，俄军在红军村以南依旧保持数量上的人力优势，但随着乌军的反攻，俄军缺乏对该地的完全控制。更主要的是，这种人力优势并不长久。有消息称，这里的俄军士兵平均存活时间不超过96个小时，上前线等于开了个体验卡，这消耗速度也太快了。之所以那么惨，主要原因就是武器跟不上。据报道，在红军村的俄军防空部队用的是2战时期的老古董高射机枪，有些家伙甚至是直接从退役的海军军舰甲板上硬生生截割下来的。还有的炮塔干脆就是从旧船上拆了，然后焊在履带车上，这就是废品回收再利用。与3年前相比，俄军的装备质量断崖式下跌，只能说俄罗斯的兵工厂产能是真跟不上了，前线嗷嗷待哺，后方却只能拿些传家宝来凑数。莱曼东南方向的谢列布良斯克森林，乌克兰第11军的发言人扎波罗尔中校说，俄军正疯狂修工事。有意思的是，虽然10月份的交战次数比9月份少了一半，但俄军的日均伤亡反而从93人上升到了98人，说明战斗强度更高，或者说俄军的战术更非人了。
扎波罗热茨还提到，俄军指挥部还发现，之前那种2-3个人一组的渗透战术纯属送人头，现在正在集结步兵，准备搞不大的。跟前线这种残酷的战况相比，俄罗斯官员的嘴上功夫可是一点没落下。赫尔松占领区的州长萨尔宣布，俄军已经控制了赫尔松市东岸的一个工业区、第聂伯河三角洲上的几个别墅区，并因此宣称对赫尔松市本身的夺取已经开始。听听这口气大的，拿下几栋别墅就等于吹响了总攻的号角，这跟普京前脚说准备在乌克兰南部做出领土让步的说法完全对不上。这波宣传主要是为了安抚内部情绪，画个大饼充饥。金伯恩沙嘴地区，乌克兰海军与乌克兰安全局摧毁俄军一个弹药库，并引发了2次爆炸，确保乌克兰后勤安全，并防止俄军对沿海基础设施发动袭击。在黑海贸易路线附近，乌军首次击毁俄罗斯海上无人艇。乌克兰海军报告称，这艘无人船在黑海民用航道附近被发现之后被消灭，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对民用船只的影响。除此之外，乌克兰第92突击旅还使用无人机摧毁了俄罗斯的卡斯塔212雷达系统。这是10月份以来第3次确认对俄罗斯防空雷达的打击。雷达首先由乌克兰的 Shark 侦察无人机定位，后用精确制导的无人机弹药瞄准。据报道，这次袭击击中了雷达的天线阵点，导致系统无法运行。战场上的真实情况与俄罗斯宣传底的伟大胜利已经完全是2个世界了。一边是士兵存活不超过96个小时，连2战古董都得拉出来凑数；另一边却是拿下几个别墅区就敢号称大战开启。俄罗斯的操作可以说是越来越离谱了。至于战场上的停火区，并非乌俄彻底停火，而是为了保护扎波罗热核电站，但实际上俄罗斯却有自己的谋划。扎波罗热核电站已经断电整整4个星期了，创下了历史最长纪录。核电站断电可不是停电那么简单，一不小心就会出现意外。这些天，它全靠备用的柴油发电机续命。不过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早就喊话了，柴油机顶不了太久。在这种情况下，乌俄双方都同意在扎波罗热州西部局部停火，修复通往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剩余电力线。国际原子能机构宣布，维修工作终于可以开始了。总干事格罗西也出来说，恢复电力对核安全至关重要。但火力军要说的是，事情要是这么简单，那就不是乌俄战场了。这次停火表面上看是乌克兰工程师去修被俄军炸断的电线，但在这背后，一场看不见的算计早就开始了。在修复核电站的时候，俄罗斯可没闲着。1个月之前，乌克兰就打算修复扎波罗热核电站，但俄罗斯不让，拖了1个月才同意维修。有消息人士就爆料，俄罗斯很可能利用这段时间，再加紧修建一条长达201公里的新输电线，目的就是把核电站跟俄罗斯电网连接起来。他们的终极目标就是把扎波罗热核电站从乌克兰电网上彻底拔下来，然后插到自家的电网上。这个过程充满了巨大的风险，战争研究所早就评估过，强行把核电站并入俄罗斯电网，将对核电站的安全构成重大威胁。这可不是拔个插头再插上那么简单，涉及到极其复杂的系统和参数。所以说，这次停火维修表面上看对大家都好，实际上还会发生什么意外，暂时还说不准。乌俄战场之上，俄罗斯的逃兵数量已经确定了。乌克兰国防情报局扔出来一个重磅炸弹，俄罗斯军队内部正在上演一场大逃亡。在过去的9个月里，光是中央军区就有超过25000名俄罗斯军人跑路，这都够凑好几个师了。跑路的花样也很多，并不是扔下枪扭头就跑。根据乌克兰情报部门的说法，这帮俄军士兵的跑路方式有前线蒸发型，正在阵地上打着仗，人说没就没；还有基地消失型，在后方基地里待着，第2天查房，床铺都是凉的；也有有去无回型，说是休假或者看病，结果直接人间蒸发，再也联系不上了。这还不是最狠的，不少人跑路的时候还顺手牵羊，把武器装备甚至坦克战车都给开走了。俄军出现如此大规模的逃亡潮的原因，乌克兰情报部门总结了几点：灾难性的服役条件、系统性的霸凌和虐待、无法保障基本物资等都是最基础的。更关键的是被逼着去参加肉类袭击，说白了就是把士兵当成一次性耗材，不管你有没有支援，有没有活路，就硬往上推，用人命去消耗乌克兰弹药。这种战术下，士兵上去就是9死1伤，谁愿意去送死？而且这还不是最劲爆的，那些拒绝参加肉弹冲击的士兵，下场只有一个，被自家指挥官当场处决。在俄军内部报告里，有一个听起来很官方的死因：未能执行命令。
乌克兰国防情报局指出，在过去1年底记录了30多起这样的案子，这根本不是什么违抗军令，而是指挥官系统性的处决自己的士兵。翻译一下就是谁敢后退，指挥官就直接在后面把你给正罚了，回头报告上就写未能执行命令。战场之外，冬天还没到，能源战就先开始了。就结果来看，俄罗斯的菲奥多西亚石油码头已彻底被毁。俄罗斯这边对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一个煤矿发动了袭击，导致192名矿工被堵在地下。幸运的是，所有人都有惊无险地回到了地面，没有人受伤。这已经是过去2个月里乌克兰最大的私营能源公司 DTEK 第4次被这么搞了。俄罗斯的意图很明显，眼瞅着天快要冷了，我就先把你取暖用的煤给断了。乌军则发动了对等空袭，俄罗斯乌里扬诺夫斯克地区伏尔加核电网主要的能源节点之一被炸，维什凯马变电站发生大火。据当地媒体报道，至少有4架无人机击中了该设施周围的输电线路，导致附近几个城镇大面积停电。俄罗斯乌里扬诺夫斯克区管理中心证实了这一事件。该变电站由俄罗斯罗塞蒂公司运营。乌里扬诺夫斯克、莫尔多瓦、楚瓦西亚和萨马拉这4个地区的电力系统都靠这个中转站传电。乌克兰这一炸等于是一刀切在了区域电网的大动脉上，够狠也够疼。除了发电设施，俄罗斯的炼油厂也是重点。第一站就是辛库伊比雪夫斯克炼油厂，这已经是乌军无人机第5次上门拜访了，油罐直接点燃，火光冲天。这厂子可是俄罗斯乃至整个东欧排名前5的石化巨头，年加工能力超过100万吨。第二站则是奥伦堡天然气加工厂，奥伦堡离乌克兰边境至少有1000公里。乌克兰的无人机直接来了一个千里奔袭，连当地州长都出来承认，说设施受损，一个车间着火了。此外，最新的卫星图像清清楚楚地显示，位于克里米亚菲奥多西亚的关键石油码头，在乌克兰的2次袭击后，基本上已经废了。画面里至少11个巨大的燃料储罐直接消失，被炸成了一片废墟，剩下的也都是重伤，估计修都没法修。这个码头是俄军在整个乌克兰南线以及克里米亚的加油站，现在这个加油站被端了，前线的坦克、战车喝什么？砍在了俄军的后勤命脉上。俄罗斯袭击乌克兰，后者有欧洲兜底，但俄罗斯孤家寡人一个，还一直被制裁，已经撑不了多久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乌俄停火区会不会扩大？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点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